晴，10年前你抢了我的顾家领养名额，踩我的命当了10年贵女，今天我要你偿命！疯狗咬人，别沾了晦气，走！我替顾家扛了10年财，打了3次死结，你们就这么把我扔了？林婉欣，你疯抢的豪门是我的炼狱，若能重来，这泼天富贵我半点不稀罕。这里每个盒子都装着一件礼物，你们随机挑选，凭缘分决定新家庭。盒子，礼物，我这是重生回了被顾家收养那天。苏婉晴、林婉欣，你们2个愣着干什么呢？还不快点儿！前世林婉欣听说要被留养，可是推三阻四，这一世怎么这么主动，还拿了顾家准备的盒子？看来她也重生了。哇！果然是金币。上一世你不过选对了家庭，如今你的富豪爸妈成了我的，从此以后我就是板上钉钉的千金大小姐了。不好意思啊，姐姐，我太渴望被领养了，才会先选的。你不会介意的吧？这里还有这么多盒子呢，你肯定能选到比我这金币更好的。林婉欣，你以为从此能安心享受顾家的荣华富贵，却不知道那些东西早已被打好标价，未来你会偿还10倍、100倍。我都说今天会议别来，你非要亲自来，现在赶去福利院都要迟到了。嗨，我身为龙国首富，这种公益项目我还是得出席一下嘛。老婆，都说富养女穷养儿，咱们真要装穷收养女儿吗？还穷养儿？你自己看看你那2个好儿子，整天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工作，也不说来陪陪我这个当妈的。哎，总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在女儿成年前都过朴素生活，让她以亲情为重，等她养成习惯之后，再把咱们的身份告诉她。就算装穷，也不至于开这个吧？行了，赶紧把衣服换上出发。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敢露馅，我让你一辈子睡沙发。天哪，怎么攒这么多钱了？居然是金币，这家人一看就很有钱。是啊，这可比弟我的玩具强多了，真羡慕婉欣。苏婉晴，只剩你，快点！前世我被顾家领养，成为他们顾家的童养媳，多年严苛调教，受尽苦头，最后甚至被当作商业交易的筹码。这一世，我只求能找个人好人家，感受一丝家庭的温暖。姐姐，看你很难选择的样子，要不我帮你吧？就这个吧。这是上一世林婉欣养父母准备的盒子。姐姐，你不会觉得我会害你吧？上一世我就是拿到这个盒子，被那群家徒四壁的穷光蛋农民领养，我才被逼得跑了路。苏婉晴，这一世我要你尝遍我吃过的苦，永世不得翻身。怎么会？那你快打开啊，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是啊，婉晴姐，你快打开看看，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呢。是啊，婉晴姐，你快打开看看。苏婉晴，不要浪费时间，快打开！如果我没记错，果然是面包。哎呀，怎么会是面包呀？是啊，我以为我选到的玩具就很普通了，
这面包才值多少钱？这一看就不是什么有钱人家，这样我还怎么从里面捞油水？真是废物，挑东西都不会挑。姐姐，你也别太难过。虽然这个礼物没我的金币值钱，但你去这户人家应该不至于让你饿着肚子。那个就是顾振廷。老公，你看，那不是我们选的面包吗？你说这孩子会选我们吗？面包比起其他的东西可差远了，恐怕……上一世听说林婉欣刚被收养就跑了，但那对夫妻还是坚持不懈地找她，甚至找上我，询问她的下落。有这样将养女视如己出又重情重义的家人，竟然还有人不懂珍惜。那就谢谢你帮我挑的这个礼物，我很喜欢。真是蠢货！我倒要看看，你发现收养你的那家人就是一家子只会种地的臭农民的时候，你会是一副怎样的表情？行啦，选好就站一边去，跟我去见你们的家人吧。婉星，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叫我什么？顾总，这就是拿了你们礼物的那个孩子，他叫林婉星。哦，是他。长得还算标致，勉强能进我顾家的门。苏婉晴，这就是你以后的爸妈。哎呀，姐姐，真是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你的爸妈这么穷，连衣服都是破的，这以后可怎么生活呀？是啊，要是你不要跟他生病了。是啊，穿成这样，真的能养得起孩子吗？被这样的爸妈收养，以后岂不是要吃很多苦？周院长，你们对收养孩子的家庭都没有门槛的吗？顾女士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您和顾先生一样优秀。孩子，我们确实只是靠种地有点存款的农民，比不了他们。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跟我们回去，我们也不强求你。苏婉晴，刚好那边还有几个盒子没人选，我做主给你换一个。我不行！姐姐，你要是现在反悔，那得多伤人心啊！而且要是换的话，对其他姐妹也太不公平了。上一世就算进入了顾家这样的豪门贵族，我的生活依旧水深火热。现在想想，倒不如认了这对夫妻，至少还能有一个安稳幸福的家。我就说不要穿成这样吧，你看咱们到手的女儿都要没了。既然这样，我们还是不强人所难，算。叔叔阿姨，我愿意跟你们回去。叔叔阿姨，我愿意跟你们回去。孩子，你说真的吗？你真的愿意认我们当爸妈？穷一点没什么，我有手有脚，只要肯努力，就一定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姐姐决定了，可不能再反悔了。我说什么来着？咱们女儿跑不了。这一世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拥有一个真正的家了。妈，我们真要穿成这样吗？是啊，妈，我是一道圣手，弟弟是长丰集团总裁，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穿成这样不是让人笑话吗？哼，你们两个再厉害，也是我儿子。赶紧换了，要是耽误了接婉晴，
我饶不了你们！我家人来接我了，你爸妈怎么还没来？不会是知道自己太穷，根本养不活你，不来了吧？哼，这个时候还不来，我看8成是不会来了。哼。臭种菜的也能让你那么稀罕？这年头连辆车都买不起，这辈子也就只能在那破拖拉机上淋着大雨哭了。这么大雨坐这个怎么回去啊？谁说不是呢？这孩子也是命苦。现在买不起，不代表以后也买不起。一家人齐心协力，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我们家就不用你操心了，你还是好好去过你的豪门生活吧。你就嘴硬吧，到时候有你哭的。婉晴，我们来晚了，你没等酒吧？冷不冷？我没事。婉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的大哥陆泽言，这是二哥陆泽西。你好，婉晴，你好。哼，再见了有机会，哦不，应该是没有机会再见了。哥，你是腿断了还是小脑有问题？这里这么脏，你还想等我来接你？再不上车自己走回去。什么鬼地方，臭死了！小妹，行李交给我吧。地上雨水多，小妹，二哥背你过去。二哥，不用了，我趟过去就好了。婉晴，有你二哥在，怎么还能让你趟水？快上去，咱们早点回家，一起吃饭。嗯。婉晴，没淋着雨吧？快来擦擦。爸，这地方也太偏僻了吧？小妹好歹是城里长大的，要是她嫌弃怎么办？就是，这么破的房子，狗都不住。等小妹受不了跑路，可怎么办？兔崽子会不会说话？班车早就安排好了，房子也是按别墅规格建的，这也就是装修看着破一点儿。不会真的吓跑你们小妹吧？婉晴，咱家这环境稍微有点破，可能还比不上你在福利院的条件，你会不会？看吧，小妹皱眉了，心里肯定后悔了。就是，这装修比我们小时候住的老小区还破，小妹一个女孩子怎么受得了？爸妈、大哥、二哥。我看过一些装修类的书籍，后面我可以去城里买剩余装修材料，修缮破处，慢慢把这些破了的地方给修缮好，到时候家里就能跟新房子一样，让大家都住得舒心。小妹，你还会这些？也就是看了点皮毛理论，到时候可能还要让大哥、二哥帮忙。没问题。好闺女，咱们一家人就是要齐心协力，互相扶持，有问题就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是你永远的后盾。对。对了，婉晴，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就在你选的盒子里。婉晴收下吧，这是用你祖母留下的玉石去做的，家里每个人都有。婉晴收下吧，这是用你祖母留下的玉石去做的，家里每个人都有。苏婉晴，家里条件实在太艰苦了，看来我要马上行动起来，好好赚钱。苏婉晴，你这几年在乡下还真就成了个臭菜农啊！爸，晚上我们家慈善晚宴，我能不能多邀请个人？这种小事不要打电话烦我。凭什么就我没人按？
那我们换。什么？好，好，请你把详细地址发到我手机，明天我一定准时把菜送到。有人要菜，我去吧。这可是我今天送菜的老板专门给我介绍的大订单，对方指定要我送呢，而且单价还比市场价高好几毛哦。婉欣姐，好久不见，你现在可真漂亮。顾家大气，这么大的慈善晚宴说办就办。听说因为大少拉到了和长丰集团的合作，今晚连从不露面的陆首富都会来，我们有幸沾光了。有甚于长生啊！你好，请问你们要的菜要给谁签收？这个贱人，天天干农活，还长成这副细皮嫩肉的样子，这样还怎么给我当陪衬？哎呀，3年不见苏婉晴，你怎么混成这样了？哦，来送菜啊？这菜是你订的，你是故意？福利院募捐，你竟然就只捐1筐菜，也太没诚意了吧！苏婉晴，你什么意思？你是想用这些烂菜叶子来羞辱我们福利院吗？婉晴姐，怎么几年过去，你却混成了这副穷酸样？当初院长要给你换一户家庭，你还不愿意。几年不见，你怎么看着比以前还穷酸了？那肯定，他就比不了你，还有空费尽心思来故意设局羞辱我。你这几年一定过得很好吧？我当然过得很好，我们顾家可是豪门，吃穿住行的档次都是你这种乡下农民想象不到的豪华。为了培养我成为上等人，爸妈他们可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毕竟还没到成年礼嘛。等到顾家为你办成人礼那天，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真面目。希望到时候你还能继续这么骄傲。你说什么？穷没关系啊，小爷我有的是钱，跟了我，保证你哪哪都舒服。我的家人对我很好，还请顾家大少自重。还真是给脸不要脸。今晚的慈善晚宴可是还要继续为福利院募捐的，你作为福利院走出的艺人，不留下来参加吗？他留下来能有什么用？什么都送不起，这一身穷酸打扮，简直都玷污了这个宴会。这些年都是多亏了婉欣你一直资助各种物资，福利院才能发展这么好。甚至顾家这场慈善晚宴还邀请了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我平时忙于学业，不能回去看大家，也只能捐点物资了。对了，周院长，我爸这次决定给福利院捐款300万。多谢顾董对慈善事业的支持。这点钱对我们顾家根本不算什么。是啊，我们顾家可不像有些农民家庭，福利院养育了这么多年，竟然只捐了1丛蔬菜。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陆总，安保告知，在楼下看到了小姐送菜的3轮车，询问后得知，小姐顺势被留下参加慈善晚宴了。因为募捐的项目中有小姐曾待过的花样福利院，既然是养育小妹数十年的福利院，你以大小姐的名义送份厚礼过去。是。周院长，你也知道我家里的……够了！什么有机蔬菜，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你有脸送，我还没脸要呢。苏婉晴，你该不会是觉得院长找的供应商不健康吧？不是我说，苏婉晴，福利院待你不薄，你不知感恩就算了，竟然还想害我！院长，我没有。够了，还嫌不够丢人吗？今晚来的可是你这辈子下辈子都见不到的业界名流，要是让人误会福利院送出去的就是你这样的穷酸菜农，院长还要不要募捐了？拿不出钱就算了，
福利院好不容易因为婉欣和顾氏才摸到上流社会的门槛，要是因为你这样的烂菜叶，害福利院被拉低档次，产生的损失，把你卖了都赔不起。给我滚！长丰集团戴大小姐为福利院捐赠1亿助学医疗基金，包含各种功能的大楼1栋、食堂1座、图书1万册、运动器材100项、学习机100台。长丰集团，那可是陆首富白手起家创建的万亿财团，业内神话。可长丰集团怎么突然会为了小小慈善宴还豪掷千金？陆家真是大手笔，这些东西价值已然达到了数亿，竟然就这么捐赠了出来。周院长，您院里的哪位孩子竟然和陆首富家攀上了关系？陆家大少的助理委托我亲自将这些送过来，说特地抵付了以大小姐名义捐赠给福利院。早就听说陆家2个麒麟子，一个在商界所向披靡、叱咤风云，一个是国内最天才的医道圣手，浙科大最年轻的郑教授。不知道是谁有幸，竟然得到了陆大少青睐。大小姐，据我所知，陆首富只有2个儿子，好像没有千金吧？那我们这里还能称得上大小姐的，好像只有婉欣啊。是啦，一定是因为婉欣。婉欣身为豪门顾家的大小姐，又是个大美女，说不定这陆大少是想借此追求她呢。难不成这得陆大少青睐的大小姐，还能是臭种地的苏婉晴？既然院长在这儿，东西交给您，我的任务完成，先走了。张行长慢走。科长，都是多亏顾董当年的善心，在我们福利院领养了婉欣，才能让我们有此机遇。未来也还望顾总和各位照顾。是啊，因为顾家福利院多少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治疗生活条件，不像有的人全家上下1分都捐不出，还净给福利院添乱。你这些菜可能是比不上你们随手拿出的金钱物资，但那也是一份心意。到底给贵院添了什么乱？难道就因为我父母是农村人，给不了顾家那样的利益，就能因为他顾婉欣2句话随意践踏我们的感恩之意吗？不知好歹的蠢货！当年给你找更好的家庭你不要，现在倒是自尊心爆棚，你哭给谁看？我不知道周院长拜高踩低的功力更上一层，谁有权有势您就纵容谁，那确实是我不配了。闭嘴！把这个闹事的人赶出去！难道不是吗？从给福利院的孩子挑家庭开始，你就不看谁是真心爱孩子，只挑那些能收割利益的，你根本不配当院长！你这个没良心的，真是这样，我能从你那对穷鬼父母那拿到什么？快点把他给我带走！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要让你未来走的每一步都备受凌辱。那个玉佩和陆首富的家族玉佩一样。陆总，大小姐被顾家欺负了。竟然敢欺负我妹妹，活得不耐烦了！董事长和大少爷得知也正在赶来的路上，但董事长那边出了点事故，我先过去处理一下。他一个臭种地的，怎么可能和陆首富扯上关系？你看错了吧，顾总。上周陆首富侧身出镜的公益采访，记者专门提问，还给了玉佩特写。我当时就感叹陆首富竟然如此顾家，记忆深刻。这玉佩真是一模一样。你还我！那是我爸妈用祖母留下的玉石专门做的。你那一家穷了800年的泥腿子，除了偷窃，哪来的好东西留给你？一个穷的只能在盒子里塞面包的家庭，能拿得出什么好东西？一眼假货的破翡翠，也只有你这种蠢货当块宝，专门找人做成了赝品，想来宴会上招摇撞晃。下等人就是下等人，连消息都不灵通。陆首富压根儿就没有女儿，你真的是只配做一辈子的下贱农民。我没有，你把玉佩还我。像这种打着陆家人的旗号骗到慈善宴上来的人，我们顾家有义务帮未来的合作伙伴清理一下垃圾。顾少说的是，这简直是在抹黑我以及福利院。我没有骗人，你把玉佩还我，我立马离开。你要是跪下来磕头道歉，我说不定会大发善心还给你。做梦！我说的都是事实，也没有骗人。你出身福利院，受尽院长恩惠，就因为自己现在过得不好，就要报复抹黑。只是让你跪下，都是看在以前的情面，你别给脸不要脸，否则……你要干什么？老实点。
把制冰机里的冰块和酒都带上来。是。苏婉晴，像你这种冷心冷肺、指着恩人鼻子骂的畜生，就该尝尝冰块划过条腕的锋利。你喝不喝？你个贱人！我精心打扮的妆造，顾婉星，你没资格软禁我。我没资格，我可是顾家人。你一个山坳里的下等穷逼，说我没资格？要说这宴会上有资格帮陆首富处理冒牌货的，除了顾家，也没谁了。看她一个女孩子，可能也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要不就算了吧。算了，只是让她跪下忏悔，已经是看在过往10几年的情分上了。否则，我完全能报警抓她。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凭什么要受你的侮辱？那这个你也别想要了。那是爸妈用仅剩的玉石专门为我定制的，我一定要守好。我喝。慈善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你这样喝，要喝到什么时候？还以为骨头多硬，为了一个假玉佩，一点也不反抗，至于吗？这么灌冰酒，是要他半条命啊！我已经喝完了，玉佩还我。想要？算盘打到陆首富头上，我还是小看你了。你还想拿回这个赝品？做梦！谁敢动我陆家大小姐？小妹，大哥，小妹情况怎么样？应该是声带受损，还是要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你们这些混蛋！我没看错吧？居然有人打了顾总！是啊，顾总可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这两个恐怕要倒霉了。滚开啊！你他妈谁呀？敢对老子动手！是我打的你。原来是你们两个穷逼，别以为找件西装套上就能装人上人，谁准你们进来的？我管他们是谁，敢打我，今天谁也别。二哥，不要，顾家不是我们能应付的。小妹，你别担心，这些欺负你的人，一个都跑不掉。这年轻人好大的口气，莫非他们有什么身份不成？再有身份又如何？他们打的可是顾总。二哥，我们回家。打了我，你们还想走？就是，少在这装腔作势了，以为穿上西装就能混进上流社会？你们顾家有几个臭钱，就敢在这儿大放厥词，小心遇到自己得罪不起的人。还真是无知的蠢货！你在这里随便问一圈，除了陆首富，整个海城还有我顾家得罪不起的人。来人，把这些臭屌丝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你们这群废物长没长眼？你不知道你口中的陆首富就是我爸吗？陆首富的儿子？难道他就是长丰集团执行总裁陆家的那位二少爷？大哥，二哥他怎么可能？周院长也知道，这两人就是当年从福利院收养苏婉晴那农民家的儿子，绝不可能和陆守光有关系。没错，当年他们开着拖拉机来接苏婉晴的时候，我们都见过。我记得回访记录，一个是在医院给人端屎端尿伺候人的护工，一个在给什么小老板当司机。原来是这样，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冒充陆家的人！
哥，我记得爸今天就是在隔壁会馆和陆首富签合同，刚好可以让爸爸带着陆首富过来逮现行，到时候看他们怎么说。就你们顾家这种人品，还妄想和长风谈合作，现在估计你爸正被放了鸽子，急得求爷爷告奶奶吧。你他妈再胡说！我们顾家可是海城数一数二的世家豪门，现在更是率先和陆首富达成长期合作，可以说一旦合同签成，我们顾家就是仅次于陆家的大家。你惹到顾家，就别想在海城活下去。大哥，你快劝劝二哥，我们回家。阿喜，我们先把小妹送医院，后面再好好跟他们算账。现在害怕想走了？做梦！看在以往的情分上，要是你现在爬到我面前扇自己耳光，扇到我满意为止，我可以考虑帮你们求求情。不行，我还要你给我做秘书。你他妈还敢打我妹妹主意？二哥，不答应的话，你们还有你们乡下的爸妈，等我爸来了，这个海城你们就别想待了。行，我今天就看看你顾家能对我做什么。冒冒失失，要是冲撞了陆首富怎么办？刘经理，你先说。顾董，林柱托我代为转达，陆董临时有家事急需处理，合同的事过后再议。话已带到，我就先不打扰了。什么事儿比得上咱们的合作？该不会是临时变卦，故意找的借口吧？顾董，大少爷说慈善晚宴上有人冒充陆首富的子女，让您尽快过去一趟。有人竟敢在我顾家的宴会上冒充陆家人，还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这下是好的橄榄枝有了，快带我们过去。苏婉晴，我爸和陆首富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你们再怎么逞能，也休想逃脱冒充陆首富一家行骗的罪责。顾婉欣，我明明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但你还是砸碎了我的玉佩，为什么现在还不放过我们？放过你？你倒不该你这个下等人来的晚宴试图行骗被抓到，不仅不认错，还胡乱攀咬院长，又唆使你哥哥打架搅乱宴会，凭什么要放过你？这辈子还没人敢对我动手，就你哥打我那一拳，老子都能告他寻衅滋事，让他蹲一辈子监狱。让你来给我做秘书抵债，那都是看得起你，别不知好歹。哥已经看在我的面子上对你们网开一面了，让你们做什么最好照做，否则等陆首富亲自处罚你们，那估计你们只能去国外讨饭喽。我记得你们口中的陆首富也是出自农户之家，靠着自己的双手才发家致富。要是他知道你们是这副看人下菜碟的嘴脸，你们梦寐以求的合作还有可能吗？你有什么资格和早就跨越阶层的陆首富相提并论？他不和海城最有实力的顾家合作，难道找你们这些大字不识的穷屌丝？哥，你跟他们这些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多说什么？就是些爱财的软骨头，打一顿，等会儿让陆首富带走，亲自处置好了。顾爱欣，你对我有恨，尽管冲我来，别动我哥。哪些人竟敢在我的慈善宴会上行骗闹事？爸妈，你们终于来了。爸，你和陆首富签完合同了吗？他没和你一起来吗？陆首富临时有点事耽搁，我们约好改天。抱歉，顾董，都怪我当初挑选收养家庭不够谨慎，竟然这家人到了您的宴会上胡闹。原来是你们，看来几年过去，你们家已经穷酸到要来慈善宴中行骗了啊！你说我们行骗有证据吗？你造谣，我也是能告你们诽谤的。到时候你这副嘴脸被陆首富知道，还谈什么合作？哟，就你还告我们？别是网上随便听个词儿就以为自己能耐了，知道怎么发律师函吗你？你要以为我们顾家是什么小门小户，那你就错了。哥，别和他们纠缠了。小妹，你别害怕，我们不用怕他们。
我们是斗不过顾家的，我不能让哥们被我连累。苏婉晴，我爸要替陆首富收拾你们，可是技战里又能像捏死蚂蚁一样轻轻松松啊！来啊，我倒要看看顾董能无耻到什么程度，死到临头还对我爸言出不逊，我看你是嫌死的不够快。哼，年轻人啊，还是脚踏实地点好，免得不知天高地厚，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麻烦周院长把他们一家的资料发给我的人。你们将这几人的所作所为一并发送给陆首富，再去查清这2个人工作的地方，立马施压让其开除。以后顾氏集团所有企业也概不录用。顾董这是动真格了，别说光顾家封杀他们，这一家就在海城无处可去。等陆首富一处置，这全国上下到处都是陆家的产业，其他企业谁还敢给他们机会？那不就只能在家等死，或者出国了？像他们这样的下层人民，就不说出国的路费够不够了，出去了还能友好？对不起，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求你们放过我的家人，他们只是普通的农民，求你们大人大量，不要对他们赶尽杀绝，我愿意一个人承担，做什么都可以。小妹，小妹，想让你做什么都行，开始给你机会你不珍惜，现在才求饶，晚了。这姑娘倒是比顾婉欣漂亮多了，也不知道传闻中陆首富的总裁儿子喜欢玩清纯学生是不是真的。要是把他送去陆总身边，想让我们放过你也可以。既然你不愿意做我秘书，那就让他们来给我做事。不过他们敢有二心，那什么时候断条胳膊少根手指的，我就不知道了。我都说了，我一人承担，你们为什么非要毁掉我在乎的一切？你一个人承担，你算什么东西？你就是从这儿跳下去，都洗不掉你们一家子诈骗犯的事实。顾婉欣，别胡闹，说什么跳不跳的，还有没有点大家小姐的样子？要放过他们呢，也行。你去长丰集团陆总身边，要是有本事爬上他的床，让他喜欢你，既往不咎。什么？你他妈畜生不如的东西！苏婉晴，你还不管管你这2个疯子哥！今天他要是再打上顾董，你们都别想出这个门了。都说了，年轻人切忌冲动。要不是你们一家乡巴佬太废物，他何至于此呢？我这还是给了你们一条向上爬的捷径，别不知好歹。哼，顾董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陆家要是知道你这么算计他们，甚至想用上情色这种下三滥手段，你说他们会怎么做？你一个诈骗犯，谁会信你呢？那你就等着顾家破产吧，老畜生！你他妈嘴巴放干净点儿！顾董，我是林柱派来送合同的，这是长丰已签署完成的合同，还需您这边尽快完成签署，各留一份。哈哈哈哈！陆董不愧是首富，家中有急事，还直接将签好的合同派人专程送来，不耽误我们的合作。以后我们可就是长丰集团唯一的长期合作伙伴。爸爸，那我们今天更要好好的帮陆首富清扫冒牌货垃圾了。恭喜顾董拿下和陆首富的合作，您的这一对儿女也是令人艳羡。儿子帮您拉合作，女儿也能得到陆家的赏识，为我们福利院拉来了募捐。以后有用得上我们花样福利院的，我一定在所不辞。是啊，是啊，是啊，以后还要顾董多多提携呀。你个贱人，竟然烧我们的合同！陆泽熙，你发什么疯？你到底哪来的胆子，竟敢毁了我们顾氏和陆首富的合同？你他妈是真想死了！你烧了陆首富签署好的合同，你知道合作耽误一天有多少损失吗？就是把你烧了都不够赔的。这份合同都是经过我签字审批时才拿给你的。现在，我不觉得你还有资格和长丰合作，
几张废纸，烧就烧了。你签字审批？哈哈哈哈！陆首富的儿子陆总，那可是名校毕业，上任2年就带着长丰集团在海外大杀四方的天才商人。就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屌丝，死到临头还敢冒充陆总？也就是仗着陆首富一家从不露面，才敢大摇大摆来宴会上行骗。要是陆总知道外面竟然有你这么个冒牌货，拉低他档次，还不把你大卸8块？爸爸，这个贱人毁掉了合同，我们现在怎么办？哼，毁了一份打印纸又怎样？我已经将情况告知陆首富的特助，他正在来酒店的路上，到时候我们还可以重新签署。而你们今天只有死路一条。我就说，越着急越要冷静，让司机送我们，你非要火急火燎自己开车，只是剐碰都耽误那么久，要是撞到人，我看你今天怎么办？老婆，别骂了，我知道错了，我不是太担心咱闺女吗？也不知道是谁敢在慈善宴会上欺负我陆景琛的孩子。你那2个儿子半天也不知道来个电话告诉我们情况怎么样，真是没一个省心的。就是成天手机当摆设。你别急别急，下个路口过去就到了。大哥，二哥烧毁了顾氏和首富的合同，他们不会放我们的，现在怎么办？别怕，现在急了，坐不住了。你忘恩负义往院长身上泼脏水，你对我爸爸出言不逊，你烧毁顾氏和长丰的合同，每一条都是对我们豪门世家的挑衅。现在求饶已经晚了，等林特基一到，你们全家都得完蛋。林特助已经知道你们冒充陆首富一家的事了，意味着陆首富一家也已经得知你们今天在宴会上怎么冒充他们行骗的。这下你们是彻底逃不了了，还是好好想想，要是被送去一些鸟不拉屎的国家，你们要怎么活吧？那就看看你口中的林特助来了，还有没有胆子收拾？大哥、二哥，你们不能被我牵连。小妹，你相信我，等会儿你就会知道，我们不会有事的。不是我不想相信，可那是没有底线的顾家，他绝不会让你们被伤害。我刚收到消息，陆首富可是要亲自来宴会，他肯定是得知你们这群冒充他的人还烧毁了合同，这才专程来签合同，顺势收拾你们。到时候你们才会知道什么叫悔不当初。我看悔不当初的人应该是你吧。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和长丰的合作，你想都不要想了。与其做梦，不如操心一下顾家落后，你还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们这种井底之蛙，以为豪门世家是你们这种破落家想捏死就捏死的吗？我们顾家可是海城仅次于陆家的世家，你不知道吧？就连长丰集团的董事会都有我们的人，想搞死我们顾家，你下辈子都看不到。哦，董事会啊，刚好我正准备清理门户，感谢你提供的宝贵信息。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装模作样，我看你们几个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爸爸，我看还是先叫人好好打他们一顿，看他们还怎么嘴硬。是谁要打我女儿？万强，你怎么伤成这样？爸，你们快走！哟，来得正好，一家子诈贱犯，直接一锅端。来人，把他们绑起来！哥，一定要把这几个装模作样、满口假话的人抽到说不了话为止。求你们放过我的家人！我爸妈年纪大了，经不起你们这样打。我可以随便你们处置，我现在已经不是陆家的人了，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家人！小妹，快去！别想装死，以为装死就能躲过？把他们绑起来，好好收拾一番。等会儿，直接交给陆首富处置。我看今天谁敢动！拦住他们！还真是一家子演员啊！这个时候还对我大呼小叫，大放厥词。
哎呀，林特助，你来的更好。你看这一大家子竟然冒充陆首富一家在外耀武扬威，你快好好收拾。陆董，顾氏的税务情况已递交检方，封杀通告也已发布，与我们关系深密的几家企业已宣布断绝和顾氏的合作。什么？集团被人调查了，所有资金冻结。先把婉晴送医院。完了，一切都完了。不可能，他们就是一家子穷酸贱民，怎么可能会是首富？一定是他们串通了这个什么特助在演戏。你胡说什么？合作就是我去找林特林谈的，谁不认识他？陆总，陆总，都是这个贱人故意针对陆小姐，我们都是被他蒙骗的，求你们放过顾家。陆总，他就是我们顾家出于善心收养来的，我们不知道他竟然心肠如此歹毒，求你放过我们吧。顾董，放心，现在才哪儿到哪儿，敢伤我妹妹，你悔不当初的还在后面呢。小郭，这些人怎么对我女儿的，就怎么加倍还回去。他们不是爱嚼冰块喝白酒吗？那就好好请这几人享受个够。妈，吃点东西吧。我不饿，你哥回来了吗？也不知道婉晴检查结果有没有事儿。没呢。爸妈，阿西，小妹的报告我拿到了，她的声带撕裂严重，伤口深达肌肉层，影响到了声带闭合。那小妹岂不是不能说话了？妈，你别急，失声的情况虽有可能，但术后是能逐渐恢复的。等小妹一旦符合手术条件，我会亲自进行手术。那就好，那就好，不要伤害我的家人。怎么还哭了？别担心，咱们女儿肯定会没事的。我是不是做错了？要不是婉晴以为我们应付不了顾家，她就不会甘愿受那些罪。女孩子嚣张跋扈些也没什么不好，都是我的错。妈，错的不是你，错的是顾家那些仗势欺人的畜生。是啊，我们虽然没让婉晴知道我们就是长丰集团的陆家，但也从没短缺过什么，还把女儿养得那么善良孝顺。你别把错往自己身上揽。爸妈，你们……婉晴，你醒了，感觉怎么样？爸妈，顾家有没有对你们做什么？那一家子估计正在哪个医院窝着呢。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婉晴，你快好好休息。小妹，你声带受伤了，别多说话。他们一家都是小肚鸡肠又记仇的人，爸妈、大哥、二哥，你们不要为了我答应他们任何条件。婉晴，长丰集团其实是我们的。长丰集团怎么了？小妹，你的喉咙还痛着，这段时间先忍忍，别说话。大哥，我的嗓子会一直这样吗？不会，大哥保证你会恢复。是啊，婉晴，只是一点小问题，你别害怕。真的。婉晴，他们确实没骗你，你的声带受伤严重，你的声音可能会一直处于嘶哑状态。但是医生说，只要做了手术就能修复，爸妈一定会治好你。只是嘶哑一点也不影响什么，手术我就不做了吧。怎么能不做？就是一个小手术，婉晴，你是不是担心花钱？爸妈这么多年有存款，你大哥二哥工作几年也有积蓄，钱的事儿你别操心。小妹，手术不光是为了修复，也是为了你以后长期的健康，必须得做。好吧，手术我会做的，还好你们告诉了我嗓子的真实情况，不然刚刚我看妈妈和哥哥的表情，还以为我以后真的不能说话了。还不是担心你害怕，想着说的轻松点儿。
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我希望我和爸妈还有大哥二哥之间永远坦诚相待。我们是家人，不是吗？婉晴，那你要是发现别人骗了你，你会怎么办？当然是远离。这辈子我都不想再和心机深沉、整天算计来算计去、满口谎言的人来往。不然和上一世在顾家有什么区别？你说顾家什么？哦，没什么。对了，你们开始说长丰集团是我们的，这是什么意思？看婉晴对说谎的态度，现在不是说实话的时候啊。我是看婉晴担心顾家报复我们，我就想说，哦，我想说的是，长丰集团是我们的恩人。我记得长丰集团是首富的企业，怎么会和我们有关系？我们也是你晕倒后才知道，你二哥当司机的老板就是传闻中的陆首富。多亏了那位打招呼，顾家才不敢扣住我们找麻烦。这么巧？是呀，小妹，我也没想到，我曾经随手一救的小老板，竟然就是陆首富。运气真是太好了。难怪，我就说顾家不是那么大度的人，怎么会轻易放过我们？你放心，你二哥那人油嘴滑舌，跟他老板关系处得好着呢。你以后也别害怕顾家那群人。再睡会儿吧，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林婉欣有机会拿家人威胁我。这么多年没见，也不知道你温姨他们还记不记得我。一会儿你见到的人可是妈妈最好的朋友，嘴巴放甜点，好好叫人。你们是？怎么了？是谁来？裴兰，你回国了？温姨，陆叔，这是你儿子裴宇。当个拐杖都当不好，废物东西！我的喉咙。儿啊，你没事吧？我说你这个丧门星，惹怒了陆首富不说，连这点事儿都做不好，当初就不该收养你。可是苏婉晴的养父母怎么会是首富陆家？他们明明就是一家子农民。爸妈，你们当年也是看到的，他们哪来的能力和我们顾家作对？他们就是一群泥腿子，根本不是陆首富一家。我好不容易派人打听到，都是因为那个叫陆泽西的，竟然是陆首富的司机，还哄得陆首富非常看重他。我没想到的是，林特助竟然愿意配合他演戏。没想到上一世我走了，陆泽西还有这种机缘。我就说那一家子诈骗犯怎么可能会是首富？不过是陆首富身边一个可有可无的破司机。装什么？还想搞垮我们顾家，简直做梦！你给我闭嘴！你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是你故意叫你那个姐姐去宴会，要不是你故意针对，搞出那么多事儿，老子的合作早就谈妥了。哪会现在还被检方严查税务？真是后悔收养你这个蠢货，还不如你那个姐姐。扫把星，一点用没有，还挺添乱。你还傻站着干什么？没看到我儿子和老公那么难受，不知道给他们熬点粥去。爸，你和海云资本裴董的交情该用上了。虽然他们业务范围不在国内，但凭他们在国外的势力，也能让我们有个倚仗，不至于被陆家一直刁难压着打。我还真忘了这条人脉，当初那大师说的真准。
这段时间确实流年不利，还说一定要等林婉欣成年当天订婚冲喜，才对顾家和你的身体好。这还有好几个月，我先去联系裴董看看。走。海云资本不是世界知名资本大鳄吗？难道爸爸收养我，就是打算让我和海云的大少爷联姻，为顾家冲击？苏婉晴，等我嫁进裴家，有的是机会整死你！你们一家都给我等着！小妹吃完消眠药已经睡下了。术后也有几天了，怎么还是会发炎？甚至今天都说不出话来。炎症没什么大问题，这1个多月，还是让小妹尽可能少说话。那下周小妹去金海大学上学了，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有你们裴姨儿子在学校照看着，应该不会有啥事儿。你找个时间去学校找校长谈谈设立奖学金的事儿。凭你小妹的成绩，肯定年年都能拿，这样她也不用担心开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告诉小妹咱家的真实情况？要不是怕暴露，我就不只是给顾家下绊子那么简单了。你们也听到了，婉晴是要和骗她的人老死不相往来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欺骗了她。我怕现在告诉她，她真的会误会我们。那就等婉晴毕业，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我们再找个机会郑重道歉，告诉她我们这么做的缘由。到时候，是不管她是选择，至少都能好好生活。也只能这样了。希望婉晴能原谅我们。爸妈，裴姨把裴友送去小妹的学校当交换生，不会是想让小妹履行你们当年定下的婚约吧？什么年代了还婚约不婚约的？就是妈你的好姐妹也不行。唉，你们裴姨也是遇上了渣男。裴玉他爸1年前竟然给他领回去一个才14、15岁的私生子，还患有罕见病，还敢让裴玉去配型。你们裴姨肯定不答应。现在两人争海云资本争得火热，怕裴宇危险，才让他回国。至于婚约，当年你们裴姨倾尽所有帮我们度过了危机，后来你妈妈怀孕时有了这个口头约定，但咱们2家都是儿子，也就算了。裴宇那孩子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你裴姨只说让他在学校多照顾朋友的女儿。我们也是想着2个孩子年龄合适，知根知底，自由相处看看，没那个意思就算了。行吧，就当在学校给小妹找了个保镖。爸妈、大哥、二哥，我们在这里合照一张吧。温姨、陆叔、大哥、二哥、婉晴，叫谁二哥呢？婉晴，这是妈妈朋友裴姨的儿子裴宇，他刚从国外回来，也是你们学校大4的交换生。上次他妈妈来看你时，你睡了。裴宇，以后多麻烦你在学校照顾婉清。放心吧，阿姨，我会的。谢谢学长，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尽管叫我。别聊了，裴宇，你来帮我们拍张照。陆总，陆总家里人也来报道，感谢陆总上周在学校设研究基金和奖学金。要不我带你们逛逛校园？哦，你是说我老板吧？上周我送他来学校谈的这事儿。我还有工作，顺便送爸妈，一会儿不好打车。哦，对，看我这记性，你和陆总还长得真像。那麻烦你转告陆总，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提。会的，会的。爸妈，大哥快走吧，让裴宇送小妹去报道。那个裴玉啊，就麻烦你多照顾一下我们婉晴了。文姨，你放心，我会的。学长，
我一个人可以的。你要是有事先去忙吧。我前几天刚报过到，比较熟悉流程。我先去帮你买生活用去，等会儿帮你把行李搬去宿舍。那就谢谢学长了。我怎么忘了，上一世顾家就勒令我必须考上京海大学，这一世想必他也一样。学妹，请问你是咱们商学院的吗？不然呢？一班，林婉星。林婉星，就是那个游泳特长生。没想到不仅长得漂亮，还坐豪车带佣人来报道。看她长相，我还以为是今年商学院第1名的新生，全国文科状元美女学霸。不过这位家世好，来商学院简直降维打击，太羡慕了。第1名又怎样？毕业还不是得求着来我们家企业打工？切！学妹，没想到你就是今年的文科状元。顾家好不容易才让我走游泳特长项进京海大学，苏婉晴凭什么考上？苏婉晴，没想到在这儿也能看到你。我跟你说话没听见？你那几个诈骗犯家人怎么没来送你啊？我还是别跟他硬着来，免得牵连爸妈，麻烦二哥欠人情。京海大学怎么可能录取你这种人品有问题的人？你肯定是靠行骗走偏门进的学校，我要去举报你！我正常参加高考被录取，也没做过行骗的事。如果你再造谣诽谤我，我将对你采取法律手段。美女学霸和顾家千金认识，看样子两人过节还不小呢。告我？你觉得我会怕你告我吗？倒是你，我让你走了吗？你是？你家里人没教过你，不要随便指着别人。你谁啊？敢骂我没家教？我这是在为咱们学校证明，驱逐道德败坏、人品卑劣的垃圾。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儿。你算什么东西？轮得到你在这儿逞威风？你这种蠢货都能进来，他一个高考状元凭什么不能来？我记得这学校不是你开的吧？你，哇，好帅呀！这不是前几天大肆报道的斯坦福交换生吗？真的好帅呀！听说他是海云资本的独子继承人，多金还帅，还见义勇为。人家这种大少爷，不是你们这些小女生能肖想的。只准你舔千金大小姐，还不准我们口嗨一下？原来他就是我的联姻对象。完了，那我刚刚……脚没事吧？有点扭到，谢谢学长，不用跟他多说。有的人就跟疯狗一样，见着人就乱吠。我们走吧。苏婉晴，你休想勾引抢走我的未婚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眼高于顶，这下踢到铁板了吧？叫你们过来，是院里要挑一名新生代表，陪同明天企业家逛校园。你们是初步符合条件的，有谁主动想去的吗？既然你们兴致不高，就让院第1名苏婉晴做代表，没异议吧？老师，我觉得苏婉晴也不能胜任此次任务。老师，他一个乡巴佬书呆子，到时候别人聊案例，他又听不懂，难不成去聊自己家里母鸡又下了几个蛋啊？到时候让人误以为我们学院学生水平差，影响实习合作就不好了。你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我就不一样了，我跟着我爸爸参加了很多宴会，陪他见过各种商业大佬，熟知各种商业术语。我觉得我是这里最适合的人。既然如此，那就林婉星去吧。
稍后我把具体注意事项发给你。苏婉晴，你想要的所有东西，我都会一一抢走。那个林婉欣真以为自己是豪门大小姐，她就是顾家的养女罢了。就是，肯定没人告诉她这次来的企业家还有那个死纨绔吧？听说那人专挑清纯大学生，强行包养别人，之前就有为此抑郁自杀的学姐。等他去吧，要是他被骚扰能让那个纨绔不好过，也算为民除害。竟然没人告诉我！苏婉晴，你不是爱在男人面前装清纯吗？那我给你机会装个够。林婉欣，你打给我干什么？我生病了，明天的活动辅导员叫你和我一起去，时间地点发你了。哎，林婉欣又在搞什么？爸，你怕来学校被小妹撞上，我就不怕吗？要是被小妹发现我骗她，她不认我了咋办？爸相信你不会被看到。听说今天的学生代表有欺负婉晴的顾家养女，到时候你好好收拾收拾她。顾小少爷，顾董还真是业务繁忙啊，这次又是你来替他。就是给院长个面子，哪需要我爸来？那确实是我们这些老东西比不上顾董了。怎么这次的新生代表是他？无聊。听说这次的新生代表是你妹妹，我们还从没见过呢。等会儿顾小少爷可得给我们介绍介绍。一个养女有什么好介绍的？打扰我认识新血。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学生代表顾婉欣。等会儿还有一个我的同学和我一起带大家参观校园。好，好，好，人还没来齐，同学你先找个位置坐吧。听说等会儿长丰集团作为最大的奖学金赞助者，陆首富也会来。要不是这次活动，我们哪有机会亲眼见见那位？不过那位最是讨厌一些纨绔行为，我们可得注意注意。啊？你们说陆首富也会来？是啊，应该快到了吧？看我等一会儿不把你们那些吃里扒外、打着陆家旗号作威作福的人告诉陆首富，我看你们还怎么狂！嗨，你怎么在这儿？你是今天的学生代表？你也是。我来找辅导员补手续。电梯来了，我先走了，拜拜。刚刚那个人还挺像二哥的，等我赚钱了，也给他买身那样的西装穿。听说今年的新生代表是个美女学霸，完了，肯定会被那个纨绔看上。喂，还有点时间，你把那边的方案详细跟我说一说，我听一下。那人怎么那么像小妹？陆总。哦，你继续。各位老师好，我是今天活动的学生代表之一苏婉晴。哦，进来吧，你同学也在这儿，还有一位陆总没到，咱们先等等。婉晴，我有点看不清屏幕，我们俩换个位置吧。你们都是今年商学院的新生？是的，婉清还是我们院今年的第1名呢，长得漂亮，成绩又好，一进校就风靡全院。哦，刚好我们正讨论怎么用5个亿美元在24小时内做空一家值1000亿的公司，你会怎么做？婉晴，你不会在百度吧？肯定是试选财务造假的夕阳产业啊！也是，我们才刚入学，你可能连做空原理都还不知道呢。我也是平常听哥哥和爸爸聊天才略知一二。这光考试第1可不行啊，还是平常得多听多见。不如你假期来我公司实习，我一定好好带你。从实时数据来看，当前最适合做空的是力协生物科技。我记得它的最大股东是顾氏集团吧？婉晴，各位老师们知道你从小在乡下读书，不知道这些案例情有可原，但是你胡说就不好了吧？数据可查，
力协生物科技可是年年盈利的状态，事段正猛，怎么可能直接做空？你说说看你的思路。不直接做空，而是先花3亿收购其合作药厂的过敏药专利，再匿名向 FDA 举报力协隐瞒过敏致死案例，最后2亿砸盘，24小时足够让股价蒸发60%。这不就是5年前长丰集团陆总刚上任搞垮竞争对手的翻版吗？后生可畏啊！原来二哥给我讲的这个案例就是他老板做的，难怪他这么清楚。不错不错，举一反三能力很强，未来可期啊，小同学。老师们过誉了，只是偶然学习过这个案例，以后还要向你们多学习。我都不知道这些，苏婉晴这个土鳖上哪儿知道的？不愧是第1名。不过隐瞒过敏致死案例这个事，你从哪里得知的？据我所知，这个新闻应该搜索不出来吧？从一些看似不相关新闻推测出的，没想到我猜对了。小同学，未来4年也要好好学习呀！等你毕业，我司大门随时为你敞开。我会的，谢谢老师认可。苏婉晴，你别得意太早，在这个圈子没背景你还想往上爬，等我嫁给裴宇，看我不玩死你！苏同学真的不考虑来给我做实习助理吗？在我身边1年学到的东西，抵你在学校埋头苦读4年，接触的人和事，可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我看小同学还是更适合在学校稳扎稳打。小顾总抢人，也不能耽误好学生的学习啊。你的家庭环境绝不可能给你提供这种机会。你是聪明人，肯定会答应吧？走吧。我的手！你再对我动手动脚，就不是被折断手这么简单。苏婉晴，你疯了！我哥可是学校请来的企业家，你敢折他胳膊？你知道我哥是谁吗？你敢这么对他？你他妈简直不知好歹！以后别想在京海大学待下去，今天你就得给我赔罪。走！你想在学校干什么？裴玉，你怎么来了？你就是裴玉，海云资本裴董的儿子。我劝你最好别多管闲事。裴玉，是他无缘无故殴打我哥，你可千万别被他沾上了。你们几个是今天的学生代表吗？吵吵闹闹的像什么话？陆总，小妹，你怎么在这儿？好巧，我老板有点事儿，带他来和校长说一声。哦，对，陆总今天有点事不来了，你们几个快准备准备，带各位贵客去学校逛逛。校长，你们学校是怎么挑人的？你们选出的学生代表无故殴打我，忍我带走教训没问题吧？校长，我哪里有力气殴打他？是他突然摸到我的后背，还想将手伸进我的硬泵体，我惊吓过度，才条件反射制止他的行为。什么？你他妈竟然敢对我小妹咸猪手！老子今天非要宰了你！各位抱歉，今天活动可能要中断，你们，不然我陪各位去。不用了，我们就先回公司了。这个小同学你们可要好好栽培，不要因为一些人错过这个好苗子啊！一群仗着陆首富狐假虎威的贱种，我他妈不会放过你们的！好啊，我等着。二哥，
就算你对你老板有救命之恩，也不能把顾泽宇那个人渣打进医院啊！人情又欠大了。没事儿，我老板只会说我打得好。那个人包养学生的证据已经交上去了，但没有他强迫的证据，估计最多就是学校不会再和顾氏合作，但也没办法拿他怎么样。顾家的势力能让我们学校的学生不再被他强迫，已经很好了。谢谢你啊，裴宇。小妹，你今天也累了，快回宿舍休息吧。裴宇，你送我一下。那我走了，二哥，你别把今天的事儿跟爸妈大哥说，免得他们担心。你想问什么？陆叔就是长丰集团的陆董吧？你也不是什么司机，你就是陆总。你先别告诉婉晴。为什么？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但我们已经没办法了，只能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他。我不会帮你们隐瞒，裴月也不会主动说什么。总之，我不会骗他。我们起初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你别搞得像只有你对婉晴好，我们才是他的家人。走吧，二哥，送了你我还要回学校。不行，还是要让爸妈早点告诉小妹，总不能让她从你口中知道。我看也等不到小妹毕业了，干脆下个月底小妹的成人礼告诉她算了。我还以为选羽毛球就能逃过游泳了，结果还有什么游泳技能达标测验，可我是旱鸭子啊！婉晴，你会游泳吗？不会，我怕水，没学过。节课目标只需要会蛙泳和几个生存技能就行，测验应该不会难，只要克服怕水的心理，很好学的。哇塞，那个人滑得好好，速度好快！是学校的体育生吧？也太专业了。是啊，我这种狗炮选手只求过测验就行，这种泳技就不奢求了。竟然是李婉星，难怪，不愧是游过比赛的特长生，那泳姿和泳技确实不一样。这不就是大佬空降新手村，区区一个小测验，简直降维打击啊！倩倩，你能不能给我开开小灶？你游的也太好了。当然可以。苏婉晴，上次你们打顾泽文，害我被顾家迁怒，今天这节游泳课你最好别落在我手上，否则我定要让你10倍偿还。苏婉晴，你怎么穿成这样？再宠池也没人想看你的身材怎样，故意遮遮掩掩的，你还真是普信啊！只是不想沾到水而已。哦，怕水啊！我还以为咱们学霸姐样样精通呢，没想到竟然不会游泳。不过你要是求求我，我也可以给你辅导辅导。不用了，老师会教。这副油盐不进、不知好歹的样子，看着就让人来气。好心当做驴肝肺，别忘了，要是过不了测验，可是会影响毕业的哦。集合，有哪些同学是会游泳的？很好，现在咱们先来做个憋气训练。你们这些会游的和不会的同学两两一组，分别下水，头埋进水里憋气，尽可能憋到受不了为止。现在开始。老师，苏婉熙不到几秒就呛水起身，这样还怎么做呼吸训练？有的同学不要一有点不舒服就放弃，别人都能努力坚持，你为什么不行？不要矫情。苏婉晴，你得坚持一下呀，我扶着你，你怕什么？怎么回事？他刚刚按住我的头不让我出水。老师，我还不是为了帮他克服对水的恐惧，而且我一直看着的，一见不对就拉他上来了，怎么还能怪我？一个憋气训练，别人都能完成，就你在这儿拖拖拉拉，不想上那就直接挂掉。知不知道你们通过率低了，我也会被扣绩效。都给我好好学，好好练。谁要是不过，平时分也别想要了。苏婉晴，你不是最在乎成绩吗？我非要让你过不了测验，拿不到学分。老师，我看你都忙不过来了，我是游泳特长生，不如我帮你课后监督他练习。
不用了，老师，我可……原来你就是今年的游泳特长生，不错，主动帮助同学，我给你加平时分。老师放心，我一定严格盯着他练习，不让他给你拖后腿。说好6点，现在已经8点了，还没人，就知道林婉熙没安好心。怕水的旱鸭子被放鸽子，我的评分也要变成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小妹，你看到大片水就犯晕，怎么突然要学游泳了？大哥，是学校游泳课，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还会有测验，关系到学分和毕业。今天上课我已经被教训了，怎么办啊，大哥？小妹，你别着急，在原地等一会儿。爸妈、大哥、二哥、裴宇，你们这是？裴教练，用这么多辅助器械，我真的能学会吗？小妹，你怕水的阴影不是那么快能克服的，这样跟教练在水下游几圈，能让你产生兴趣。我在米国拿了 ACC 认证，有假期教小朋友游泳的经验，你相信我。小妹，其实二哥也能教你，虽然我没证书，但从小游野泳长大，要不让我来吧？去，搞什么乱？小裴啊，你要是教会婉晴，叔叔亲自给你做满汉全席。婉晴，妈妈还给你煮了奶茶，累了就上来喝啊。二哥陪你一起游，你别怕。我看小裴对我们婉晴是不是有点意思？我看着像，不然他知道阿言找教练的时候，干嘛主动请缨？你别说，2个人还真般配，真像偶像剧。要是没有那个煞风景的就更好了。爸妈，我打听了一下，今天又是那个顾家养女故意针对小妹，我觉得还是尽快告诉小妹咱们的情况，公开身份，免得总有人不知好歹欺负小妹。我和你爸已经在商量了，到时候我们再一起讨论一下细节，反正最迟成人礼一定会告诉婉晴这一切。至于顾家那个养女，等我们公开身份后，再好好教训她。苏婉晴，你最好还在，否则这个平时分也别想要了，测验等着挂零吧。真是没白来，裴旭竟然也在，我一定要让被我的勇气惊叹，最好能直接成为他的游泳搭子。苏婉晴，你竟然敢勾引我未婚夫教你游泳！不行，之前几次肯定是苏婉晴这个贱人挑拨离间，才让裴州对我有偏见。我现在还没名没分，贸然上去又给了那个死绿潮在裴州面前说我坏话的机会。苏婉晴，你给我等着！哎，姑娘，你怎么乱扔垃圾？滚开！还大学生，真没素质。今天太晚了，小雨馆马上闭馆，我们就到这儿吧。哎呦，都快10点了，小雨啊，你有时间就教教我们婉晴啊，阿姨下次请你吃饭。好，测业前每天晚上我都在游泳馆等你。哦，好。今天就是结课测验，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年级的人也分在今天，人有点多，大家看好自己的序号，按要求来。苏婉晴，你休想完成考核！小贱人竟然泳姿这么标准，还能游这么快！婉晴，怎么样？腿还有点痉挛。怎么突然肌肉痉挛了？是林婉欣。我会让她付出代价。婉欣，裴宇在看你。我过去看看。顾婉欣，你竟然带石头进泳池，故意伤人，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做的？
苏同学都已经把监控视频传给学院了，你自己去解释吧。你怎么想到带针孔摄像下水的？我只是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尤其是他专门和别人换序号，和我相邻赛道，我就猜他会做什么。不过没想到只是用石头打我。就算这样也很危险，你本来水性就不好，要是肌肉痉挛、溺水让病菌进入体内，引起其他病症怎么办？我知道了，抱歉害你担心了。不过今天还真的被林婉欣说中，没能完成考核，这下得补考了。这么快，顾婉欣的处分都下来了，这下顾家不得气死？你做的？他应得的。我爸妈竟然有你们家这么厉害的人脉，还真是神奇。万强，其实……那个，对了，我爸妈非要给我举办成人礼，到时候你也来吧。你的生日不是下个月吗？你怎么知道？温毅告诉我的。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了。你有想要的礼物吗？不用给我准备礼物，到时候裴姨会回国吗？应该会吧，我妈很喜欢你。那我努力拿下下个月的创业大赛第1名，有奖金哦。到时候我请大家吃顿好的。好，我去给你拿热毛巾湿敷一下。应该没红吧？你还要丢多少脸？这么多年带你上的精英课都上狗肚子里去了。你就算要搞些小手段都做不干净，还被人拍到证据。再给自己惹一身腥，就别想嫁。妈，爸妈，哥，我知道错了，我之后会好好经营自己的形象。下个月的创业大赛，我一定给顾家挣回面子。裴玉不会娶一个乡巴佬，我只要做好顾家千金的样子，联姻就不会出问题。我真是被苏婉晴那个贱人气昏头了。当务之急应该是让裴玉看到我的好。婉晴，我也打算参加创业大赛，我能和你一组吗？好，那你填一下报名表。丽丽，我也要参加比赛，你不想和我一组吗？婉欣，我不知道你也要参加，可我记得你一直想毕业进顾氏，刚好我打算做顾氏科技的项目，你确定不加入我吗？没关系，丽丽你去吧。抱歉婉晴，我下次肯定和你一起。抱歉，婉晴，不好意思，婉晴，我没关系。你有完没完？小爱，你想和我一起参加创业大赛吗？婉晴，我不擅长这种比赛，我怕拖你后腿，要不然你找别人吧。我看过你的作业，我觉得你只是不善言辞，但是书面没问题。我觉得你可以胜任团队分工。就你找的这些歪瓜裂枣，还不如趁早放弃。我总不能败在组团这吧？你们？我们愿意和你一组。真的吗？谢谢你们相信我。但是4个人才能组队报名，加上我们才3个人，其他要参加的同学都已经组好团队了，没有剩下的。你们有认识的其他班同学吗？
要不还是算了，我们比赛是不是没限制年级？裴宇，江湖救急！挺好喝。今天怎么这么空闲，还请我出来喝奶茶？那个裴宇，你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报名创业大赛？你要是很忙的话，可以只挂名，内容我们自己做就行。我不想挂名，团队分工记得算上我。好的，裴总。辛苦啦！明天我们再将有机蔬菜送去检测。出报告前，我们可以找各种厨师想想水谱。快点，等会儿错过晚晴比赛了。来得及吗？现在才早上7点啊！万一堵车咋办？听你妈的准没错，快点吧。还是戴上口罩吧，别又像上次半路遇上认识咱们的人了。对对对。听说你这次在搞你那个什么有机蔬菜，怎么创业就是创的卖菜啊？你不会将去各大宴会卖菜写进方案里吧？这么瞧不起卖菜，那你每天别吃啊！再说了，我就算是做杀猪的方案，又关你什么事？你的机器人方案做好了吗？这么关心别人，你，等会儿就让你好好看你和我之间的差距，下辈子你都别想赶上我。接下来是机器人进校园项目，有请主讲人林婉欣。大家好，我们团队带来的是机器人进校学这个项目。做这个项目的原因是我们看到很多同学的日常学习生活还存在很多不便，比如赶不上食堂出餐，快递站离宿舍较远。那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基于这种情况，给大家师生分组。可他们没考虑成本，哪个大学生愿意就为了这些琐事花大钱买个机器人？光线在机器人功能这个点上，并没考虑进校园，怎么个实惠高效的进校园？我看啊，得分不会太高，这个方案不太落地。这林婉欣就一草包，能有什么实际的想法？我看他就是嫉妒咱小妹，才天天针对小妹找优越感。快看，要打分了！让我们看看这组的最后得分是多少呢？9.4分，目前暂居第一。接下来还有最后一组，让我们有请有机蔬菜全运用项目的主讲人苏婉晴。婉晴来了，苏婉晴，苏婉晴。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们团队的创业项目是有机蔬菜的全运用，我们主要聚焦在2个群体，体育生和食堂食客，包括学校和社区食堂。首先，我想先给大家展示有机蔬菜的优势。婉晴还真是一直想着我们的生意，好孩子。无农药、无化学物，天然且富含丰富的人体所需元素，这对于严格控制饮食的体育生或者说学校运动员能吃得放心。另一方面，它的口感也非常好。不愧是我小妹，这演讲风范有我的风格。基于最后落地的实现，我们确定了一个大方向：有机蔬菜主要供应给学校以及社区食堂。小妹这个方案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位，我觉得一定能超过其他组。请各位评委打分，我们来看看最后得分是8.3分。怎么可能是最低分？所有荣誉都该是我的，都会是我的。这些评委会不会打分？这么好还落地的方案，居然是最低分！我让人去查了，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是最低分。没关系，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不好意思，各位，刚刚接到咱们这次大赛的赞助商长丰集团的通知，加设一个奖项，无论这次排名，未来1周能落地自己的方案，最后收益最高者可以获得50万奖金。天哪，这也太大手了吧！早知道我也参加了。已经想看看是谁那么厉害，能拿到这个奖金了。裴宇，我们还有机会。你在方案里的计划完全可以实施，我们肯定可以。裴玉，我一定会拿下这次比赛的所有荣誉。到时候你会知道苏婉清根本配不上你，我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同学，你尝尝，我们这是5星级厨师研发的新菜品，用的是最天然无污害的有机蔬菜。你要是喜欢，可以在食堂8号窗口买到。这个蔬菜汁也很好喝，你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我们也能外送哦。裴玉，我上去再打点菜下来，你们先推销一下蔬菜汁。看你忙活一早上卖了多少出去啊？听食堂阿姨说，到现在为止才卖了100份不到。我都说了，你那些破菜就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没人会买账。我劝你还是别白忙活了，一个垫底的方案还想拿大奖，做梦呢！我们为什么垫底？你不是最清楚吗？你们垫底是因为你的方案屁都不是，卖个菜而已，哪里比得上我的机器人？我卖出一个机器人的收益，你得卖半辈子菜才赚得到吧？那我拭目以待，顾大小姐靠自己能赚多少，千万别让顾家回购哦。喂，卖的怎么样？有意向的同学听到报价都不愿意买，能承受报价的教职员工又不需要，那就给我降价卖。可是，别可是了，薄利多销懂不懂？机器人这种东西是能薄利多销的吗？这个好像大拌菜啊，好吃。这个蔬菜汁儿，我不爱吃蔬菜的都觉得好喝。我要预定下午5点，麻烦送2杯到体育馆。好的，微信上发消息，注明时间地点，蔬菜汁随时供应外送，欢迎订购，顺便帮我们多宣传一下，谢谢大家。忙活一早上，加上小爱他们的，一看营业额才900多，已经很不错了，还有几天时间，下午我有课，不能跟你一起。没事儿，我一个人也可以。有机蔬菜试吃，新鲜又健康，走过路过看一看，瞧一瞧。哥，你们怎么也来了？小妹，大家都是来给你捧场的。谢谢大家。你二哥去给你跑外卖了，这里有我们，你快去坐会儿。不用，我们一起。妈妈，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的盈利还不错哦。就几个破菜胚水，我倒要看看你们忙活半天能挣几个钱。1周时间，让我们来揭晓最后会是谁拿到我们的创业奖金呢？请各位将自己的最终收益写在题板上：3万、1万3、8000、5400、10万。啊！10万？真的假的？竟然有10万收益！机器人这么赚钱，这是卖了几台啊？我们再看看最后这名同学能不能打破10万的记录呢？7万也是个很不错的数字了。你那些菜能卖出这么多吗？别是做假账吧？我要申请查证。零售只有几千盈利，但有2笔和食堂的长期订购合同，抹去零头，确实有7万盈利。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手段才能卖出这点，而我们轻轻松松就是10万。我就说了，苏婉晴你不可能赢我。经过大家提交的资料查证后，最后的获胜者是林。等一下，我有异议。我有林婉欣做假账回购的证据。我们查到，林婉欣不光虚报成本，还通过私下交易伪造流水，实际上她的收益应该是负数。什么？还倒贴？那份资料有他和几位买家的聊天记录，私下给现金，对方又拿那笔钱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存取流水证据也在里面，并且低廉的售价，每台的实际盈利并没达到他所给的数据。你看一下，经查证，主办方确定取消林婉欣团队的成绩，并禁赛5年。最终的获胜者是苏婉晴团队，恭喜！裴宇，我没有做那些，都是苏婉晴造假，你会相信我吗？跟你很熟吗？我可是你的
裴宇，我们真的做到了！奖金平分后，我也有钱请你们去长风的5星级酒店吃饭了。走走走，我要快点回家告诉爸妈他们。我送你。赶紧给我滚回来！儿子呀，你怎么染上了这个病啊？叫你不要乱来，你不听。爸妈怎么办？我不想死啊！有办法的，能治好的。对了，大师，你从小体弱多病，又检查不出原因，是那位大师让我们在花样福利院收养一个女孩养在家里，你才能无病无灾的长大。你看，那之后你果然没再住过院了。大师说，等她成年后要嫁给你冲喜，否则整个顾家和你都会衰败。现在看来，我们不能不信啊！你看，从她农历成年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家多倒霉。既然这样，尽快给她办成人礼，先和你订婚。万一她不愿意，他还敢不愿意？什么都别给他说，到时候直接宣布。爸妈哥，给你的零花钱是不是太多了？竟然让你做出那种蠢事儿！对不起爸，我只是太想赢下比赛给你们争脸，我以为不会被查到的。蠢货！林婉星，这么多年，我们给了你最好的物质条件，别再让我们失望了。爸爸，我知道，我什么都听你们的，我不会再犯蠢了。按农历你已经成年了，2周后你的阳历生日，我们打算给你办个成人礼，宴会上会给你安排一门亲事，对你和顾家都有好处，你愿意吗？我愿意的，爸爸，为了顾家，我愿意联姻。什么联姻？是你高攀？确实是我高攀，我会好好听话的。行了，成人礼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办，你在学校别再惹是生非了，给我安分一点。我记住了，等我嫁给裴宇，成为海云资本的老板娘，我要你们这些现在踩在我头上的人都只能跪着求我看你们一眼。爸妈、大哥、二哥，我拿到了奖金！我就说小妹肯定能做到的，果不其然，我小妹这是一下就成富婆了啊！哎，记得请二哥吃饭啊！我生日，请大家去长风酒店大吃一顿。长风？婉晴，你怎么想着去长风酒店吃？多贵啊！咱们在家随便吃点就好。裴宇把他的那份奖金给我了，我答应要请他吃最贵的。他说裴毅也会回国，我也想带爸妈、大哥、二哥去尝尝大家都说好吃的酒店。婉晴，其实我们也打算为你办一场成人礼，这钱你就留着自己存好。没关系，我可以提前请你们吃。好了，就这么说定了，我先去洗漱睡觉了。我们给婉晴准备的成人礼也在长风酒店，到时候顺便带她去看看我们布置的场地，她喜不喜欢？但是妈，你想好怎么和小妹坦白了吗？是啊，越临近成人礼，我这心里越没底。小妹是个爱憎分明的人，我真怕她知道真相后就不认我们了。我们只能尽可能真诚地告诉婉晴所有缘由，你们不用担心，都是我提出的想法。到时候婉晴要是不能接受，也不会迁怒你们。老婆，说什么呢？我们也是赞同你的理念，哪能让你一个人背锅？我看我们先每个人都诚恳地写一封信，要是婉晴不愿意听我们解释，等她看了信，至少能知道我们的真实想法。至于会不会原谅我们，一切看孩子的意愿吧，我们也别强求。爸妈，大哥、二哥，婉晴，怎么了？哦，我就是想起来让你们别给我准备礼物，你们背着我，不会就是在商量给我准备什么惊喜吧？小妹你还真是聪明，到时候希望不会是惊吓。那我到成人礼那天都会一直期待了，不要太费钱的哦。对了，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在你们房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每一次的托举，这份奖金也属于你们女儿的小小心意。大哥，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二哥，我们家的武力担当，为我打的每一次架，我都又担心又感恩。爱你们的女儿婉晴，你永远的小妹，你最忠心的小妹。原来你们都写了信啊！你也写了？你爸可是写了3000字小作文呢。
妈，放你那儿吧，等成人礼的时候你一起拿给小妹。我在酒店看到叔叔阿姨了，怎么没看到你一起？学校临时要之前比赛的证书原件，我回家找一下，先交过去。要我来接你吗？不用了，我找到了，马上就过来。先挂了。还好，只是贝壳摔坏了。这是什么？给我的？你怎么在里面等？来拿蛋糕，想着你应该快到了，补给你的生日礼物。你可以等我下周的阳历生日再送啊，到时候爸妈还给我办成人礼哦。当天有当天的礼物，走吧，大家都在等你。好，快走，我倒要尝尝大家都夸的菜有没有我爸做的好吃。明明今晚就要公布我们的婚约，裴玉，你怎么还和这个小贱人待在一起？顾小姐，妆造团队已经在楼上房间等着了，等会儿还有彩排。对，急的不该是我，反正今晚整个圈子都会知道我就是海云资本继承人的未婚妻。你苏婉晴再会勾引男人又怎么样？最后还不是只能灰溜溜的被赶走。你又要干嘛？我劝你趁早离裴武远点儿，否则今晚过去，你哭都没地方哭。我离不离裴州远点儿，有你什么事？你不会以为裴宇真的喜欢你吧？清醒一点，霸道总裁爱上贫民窟的你这种剧情，只有短剧里才有。顾婉星，我没时间跟你闹了。你要是喜欢裴宇就去表白，别在我面前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裴宇送的吧？你从他那儿收的东西，估计就是你这辈子能拥有的好东西了。我好心告诉你，裴宇对你只是玩玩，你要是有点自知之明，就趁早拿着这些东西滚远点。你有病吧，顾婉星？你到底是裴宇的谁啊？来跟我说这些？我是谁？我是裴宇的未婚妻。你脑子没问题吧？几天不见，你都开始患癔症了。让开！哟，还有情书呢。裴宇知道你背着他还和别的男人勾勾搭搭吗？亲爱的女儿，妈妈首先要跟你说声对不起，也不知道在你的成人礼当天告诉你这件事对不对。我们其实就是长丰集团的。妈妈不是故意欺骗你，只是我和你爸爸白手起家，见惯了富家子弟喝酒玩乐、违法犯罪的事情，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也会如此。所以从生下你两个哥哥开始，我的教育理念一直是隐瞒我们的真实家境，让你们朴素长大，用一颗善良的心养成坚韧的品格。不可能！苏婉晴，你还真可怜啊！那家子穷鬼诈骗都开始诈骗到自己养女头上了，你不会还沾沾自喜，以为你配得上裴武了吧？编的还真是像模像样。我告诉你，这次证据确凿，你们别想再狡辩。妈，我不想娶林婉星。我打听到陆家大少那位传闻中的医道圣手能治我这个病，我们去求求他。那也要等今天和林婉星订完婚才行。儿啊，大师说的话咱们不得不信。订完婚，我们就去求陆家大少啊！原来顾家不是要我和裴玉联姻，收养我就是为了让我嫁给顾泽宇那个病秧子。顾家，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顾家给的荣华富贵，从给出那天就已经明码标价，现在才是你开始偿还的时候。
这是哪里？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做什么？做什么？我倒要问问老天凭什么？我重生一世，抢了你的顾家名额，满心以为能嫁给裴宇做豪门少奶，结果呢，顾家收养我，根本就是把我当成给顾泽宇冲洗的工具，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从你抢走顾家箱子那天起，就该知道，豪门的荣华早就标好了代价。你也重生了？是，我重来一世，只想远离顾家炼狱。是你非要抢不属于你的东西，落到今日被算计的下场也是必然。我不信，我绝不认命！你凭什么生来就被陆家捧在手心，我却要被顾家当成垫脚石？既然你我都是重生，那我就毁了你最在意的一切，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苏婉晴的下场。上一世你们就纠缠不清，这一世我就好心帮你们再续前缘。哎呀，也不知道顾婉星换个衣服那么久，成人仪上就要开始了，还没来。咱儿子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顾董，时间到了，宾客都来齐了，咱们先上去。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出席小女的成人式。今天有2件喜事和各位分享。在此之前，想先请大家和我一起回顾小女的前18年岁月。这是怎么回事？快给我关掉！快看，那男人好像是顾董儿子顾泽宇。她不是今天的主人公顾家养女吗？天哪！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这也太……快点给我掐掉！派人去找这2个人没有？不知道是谁设置的直播，一直掐不断，已经在处理了。快救我儿子！快救我儿子！来，干杯！来，干杯！今天就是我们在这个小院吃的最后一顿饭了，也是我们一家人真正坦诚相待的第一顿饭。以后再也没任何谎言横亘在我们之间。谢谢你做妈妈的女儿，妈妈还是要当面向你说声对不起。我们也……哎，大哥二哥，打住，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就算是对我的考验，我也觉得正常。这件事呢，在我这儿就翻篇了，不说了。这一杯庆祝我死里逃生，坏人终有恶报。顾泽宇死有余辜，林婉星这辈子只能在监狱度过。顾家那2口子也是重病在床，无力回天，还真是恶人有恶报。那天真是多亏有你，要不是你坚持查林婉星的下落，我们就不能及时救下小妹。谢谢，我该做的，还好还来得及。尽在不言中。快吃吧，一会儿还得搬家。我说叫人来收拾，你们妈妈又非要说自己收拾。我也同意，住了这几年多有感情啊，还是亲自收拾的好。